你好，这是留日生活博主老孙，来自日本富山市。非常感谢你经常收看我拍的视频。今天我们来做吐司面包，不用机器，不用揉面，也不用复杂的整形，做法超级简单。但是烤出来的面包呢，特别蓬松，特别拉丝，可以手撕着一层一层的撕着吃，真香，真好吃。月儿明，风儿轻，树叶儿遮窗棂啊，蛐蛐儿叫铮铮，好比那金旋儿声。琴声儿轻调动听，摇篮那青白动啊，娘的宝宝闭上眼睛，睡了那个睡梦中啊。月儿明，风儿轻，树叶儿遮窗棂啊，蛐蛐儿叫铮铮，好比那金旋儿声。琴声儿轻调动听，摇篮那青白动啊，娘的宝宝闭上眼睛，睡了那个睡梦中啊。和面是在昨天晚上9点多进行的，目的呢是想第二天早上起来把面包烤好以后，中午上班的时候好带着烤好的面包去上班。900克高筋面粉当中加入40克白糖、10克酵母、10克盐，先用筷子将干粉混合均匀，然后打入4颗鸡蛋，用筷子将鸡蛋打散，与周围的面粉充分混合。这是380克的不加糖的酸奶，因为长时间存放在冰箱当中，酸奶和水分脱离了，在使用之前先用勺子将酸奶和水分充分搅拌均匀之后，再倒入到面粉当中。然后加入50毫升牛奶，用筷子搅拌成絮状，然后加入50克菜籽油，下手揉成面团。和成面团之后，盖上盖，放到厨房里边醒面1个晚上。现在厨房的温度是22度。第二天早晨6点起床之后，先来准备模具，在450克模具的4周都抹一层植物油，防粘。因为上班中午要带着面包，所以呢，我就用2个模具一块多烤一点。这是在23度C厨房里发了9个小时的面，满满的蜂窝状组织，发的真漂亮。首先用倒拳的方式给面团排气，然后将面团拿到案板上，这里呢不用揉面，用刀将面团1分为2，一个面团是1个模具的量。先来整形装第一个模具，另一个模具的面团放到盆里，盖上盖，防止风干。将面团整理成条，用刀分割成3个小剂子，
另外的2个小剂子盖上保鲜膜，防止风干。拿出另一个小剂子，从外向内揉，揉出一个光面以后，捏紧端口，反过来滚圆。之后呢，再用擀面杖擀成长方形的薄片儿。之后从另一端卷起来，捏紧端口，稍微整整形，放进刚才准备好的模具里边。这样呢，一个剂子的整形就完成了，是不是很简单呢？就这么简单。下面我们再来演示一个小剂子的整形过程。所有剂子整形和装模具都完成之后，将模具放到厨房里边进行2次醒发。现在厨房的温度是23度。大约2个小时之后，看到模具里边的面团的醒发已经基本完成。首先来预热烤箱，190度预热5分钟。2次醒发后的面团体积明显比以前胀大了 1.5 到2倍。在面团的表面刷一层油，这样呢能使烤出的面包的颜色更漂亮。盖上锡纸，以防止表面烤得过焦，颜色变深。在烤制完成之前10分钟，我们会把锡纸先取出来，在烤盘的上面放一层餐巾纸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在移动过程当中模具过滑。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完成之后，将烤盘放进烤箱当中，下面开始烤制面包。烤箱的温度设置是这样的：170度烤制36分钟。在烤制完成前10分钟，小心翼翼地把锡纸取出来，然后继续烤10分钟，给面包上色。到点了，面包烤好了，你看这颜色多么漂亮啊！将模具反过来，面包就很容易脱模了。因为刚开始准备模具的时候呢，我们在模具的表面刷了一层植物油，帮了很大的忙。这款面包外皮酥脆的，嫩实呢真的是像棉花一样流软的，层层拉丝，用手撕着吃，那感觉真是太美妙了。中午带着面包到班上吃的时候，凉了它一点也不硬，真是太棒了，并且呢做法特别简单，特别推荐给你。
来看看吐司面包烤好了，酸奶吐司面包，你看看，刚才让我摆开了，你看看这成色，真好，是吧？满满的面包的香味，真香。我们来尝一尝。你看呢？现在这个我撕开了，来一层一层撕着吃可以的，看，你看一层一层的，你看看，你看一层一层可以撕着吃，这个内心真的是像棉花一样软，哇，并且呢，嚼起来以后特别劲道，有嚼劲儿，可以说是越嚼越香，你看这外皮呢，酥脆掉渣儿，这真是酥脆的掉渣的，你看看掉了个渣，我就不按了，外皮酥脆。你看这个劲道，太香了！这种香味啊，马上刺激你的味蕾，刺激你的食欲，哇，太好吃了，太好吃了！来，再给我吃一口，再给我吃一口，就那种感觉，真是好吃。这个，你看，虽然用酸奶材料做的，但是呢，没有一点酸味儿。只有香味儿，并且你可以看到了，一手是撕着吃。出去旅游啊，中午上班中午带饭都是特别好，特别好。你看真软，太好了。关键是一点是什么？这个呢做法超级简单。如果你以前没有做过面包，按照我这个方法。按照我这个步骤来做，你每天早晨都可以吃上这样美妙的吐司面包。来，请你吃吐司面包，真好，特别推荐给你。谢谢你的观看和陪伴，我们下个视频再见。